上一期中说到，关羽玉田被处以斧烹之刑，他舍命将9位家臣举起来，咬牙挺过了1个小时之后，大师和凯多突然拔枪将玉田当场射杀。玉田在最后一刻将家臣们丢出油锅外面，家臣们得以活命。为了延续玉田的意志，9位武士头也不回地向酒里奔去，去救石夫人和玉田的孩子们。玉田以自己的性命赢得了民心，和之国的百姓终于意识到，只有光月家族才是和之国未来的希望，玉田大人才是和之国真正的将军。大师和凯多是人民的敌人，是和之国的敌人。这样一来，活下来的陶之助和日和必将成为众矢之的。大师和凯多的眼中钉，肉中刺。大师像疯了一样开枪射杀那些支持玉田的群众，无能怒吼：“什么千鳌白主，赶紧死了得了！混蛋玉田，我才是真正的将军！追杀光月狱卒，断了他们的血脉！”就这样，一代传说落下了帷幕，下一代的主人们登上舞台，开始了新的传说。玉田的讣告很快传到了玉田城的石夫人这里，陶之助默默地流泪，尚且年幼的日和倒头大睡。石夫人听过手下的报告，一脸平静，她默默地翻出玉田临行前留给自己的遗书，上面写道：“阿石，我已经到极限了，如果我没能讨伐成功，那暂时也不会出现能打倒凯多的人了。20多年后，世界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战，大战的主角们会纷纷涌向新世界，能讨伐凯多的正是他们。和之国将迎来漫长的寒冬。阿石，我希望你使用你的能力，如果我死了。”石夫人流着眼泪将玉田的遗书撕得粉碎。在玉田被捕入狱的时候，他将自己的2把武士刀、研磨和天羽羽斩留给了石夫人，让他留给孩子们。当时石夫人很乐观，玉田这些年跟随海贼团出生入死已经无数次了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。他不相信玉田这么轻易的就会死掉。他等在家里，等待玉田像往常一样迈着夸张的蛤蟆步走进来，哈哈大笑。然而这一天，玉田真的回不来了。石夫人的眼泪止不住的流，虽然她不知道为什么玉田会预言20年后世界会有大战，但是她相信自己的夫君，看着把玉田20年后的未来。酒里的丛林们前来追杀赤小九侠的小喽啰们，扫荡式的进行搜捕。警卫们等人躲在丛林中，一点点向玉田城靠近。大家想让警卫们拿个主意，脾气暴躁的猫腹蛇站出来，怒道：“还考虑个屁呀！当然是杀出去，杀他们个人仰马翻！”犬人拦住盛怒的猫腹蛇，给玉田大人报仇的心情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。可是现在这种情况，冲出去又能怎么？杀小喽啰容易，引来凯多和大蛇，还不是死路一条？玉田大人的牺牲是为了让大家白白送死的吗？犬人主张逃往左岛，因为毛皮族和光月自古以来就是兄弟种族，之间的羁绊悠久而又坚固。玉田生前曾交代家臣们，万一出现什么突发情况，可以逃往左岛避难。现在正是突发的危机情况，正是需要逃往左岛的时候。猫腹蛇大骂犬兰是个懦夫，是个对玉田的死无动于衷的冷血动物，自己宁可战死沙场，也绝对不做逃兵。二人因为此事产生剧烈的分歧，眼看就要动手打起来了。警卫们大吼一声，制止了2人。他告诉大家，所有人的使命在酒里，现在必须要救出石夫人和2个孩子，然后逃往左岛，待日后东山再起，实现玉田大人开国的夙愿。我绝对不允许有人白白送死。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，一个黑影从树上窜了下来，众人吓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居然是小忍。小忍把大家的武士刀偷了出来，众人接过刀，底气十足，现在再也不用畏畏缩缩的躲避那些追兵了。警卫们大喊一声，目标酒里玉田城，兄弟们冲啊！众人大吼一声，一起向酒里奔去。路上被搜捕的敌军士兵发现，警卫们一声令下，众人开始反击，而猫腹蛇和犬兰还在激烈的争执，甚至动起手来。2人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关系破裂，老死不相往来的，以至于他们做了左岛的主人后，也不肯再见对方。为了抵御不断增援的敌人，传次郎和阿修罗童子选择断后。很快，2人就被敌人重重包围。传次郎视死如归，喊道：“一定要继承光月的未来，继承玉田大人的意志。”警卫们等人咬咬牙，来不及挥手，只能为了大局丢下2人，向酒里继续赶去。大家不要回头，向玉田城跑啊！玉田城这边，季帅的火箭队早就包围了这里，放火点燃了玉田城。凯多从乌云中慢慢出现，俯视着一片火海。玉田城内，石夫人抱着2个孩子被大火包围在其中，2个孩子绝望的大哭。这时，房间的墙壁被人一拳头砸开，凯多慢悠悠地走进房间内，石夫人拔出武士刀，将2个孩子护在身后。凯多举起拳头将石夫人打倒在地，陶之助和日和扑过去痛哭。石夫人被这一拳头打得失去了知觉，凯多走上前掐住陶之助的脖子，将他拎了起来。
你的父亲是个傻瓜殿下，你死了以后，关羽家族也完蛋了。”陶之助面对眼前这个强悍又心狠手辣的敌人，勇敢地喊道：“父亲是伟大的武士，在下是将来要担负起这个国家的男人。”陶之助刚硬气没2秒钟，就吓得哇哇大哭。毕竟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，害怕也是正常的。凯多见他吓成这副样子，已经对杀他失去了兴趣，将他往地上一丢，化作巨龙冲上了空中。警卫们等人终于赶回了玉田城，不顾安危，冲进火海中去救石夫人和2个孩子。石夫人抱着孩子，淡定地坐在火焰中。警卫们等人跪倒在地，请求石夫人跟他们一起逃走。石夫人摇摇头，笑着说：“我要留在这里，你们走吧。虽然人不可以回到过去，但是能去往未来。”石夫人说完，利用自己的果实能力，将陶之助、警卫们、看侍郎、小菊、雷藏送到了20年以后。待警卫们等人走后，石夫人将日和交给了何松，随后自己骑马冲破了玉田城的城门，冲向9里的伯格镇。从石夫人的回忆中，我们看到，原来天月石是从800年前穿越到现在的。为了看到世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那一天，天月石不断地向未来穿梭，直到他遇到了玉田，被这个男人深深迷住，放弃了时间之旅，想和玉田共度此生。现在玉田走了，天月石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动力。他用自己最后的一口气留下了一段预言给和之国的人民：黑夜将至，虽然漫长无比，但终有破晓之时。是当暗夜月如侵，手残抱缺待天明。清辉孽载忘川石，酒影头来日东升。玉田死了，石夫人死了，警卫们等人去了未来。这个时代只剩下小忍、阿修罗童子、何松、传次郎、日和几人各自分散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。阿修罗童子与传次郎留下来给兄弟们断后，只受了一些轻伤，别无大碍。阿修罗童子后来做回了山贼，传次郎则独自躲到一个屋子里。一想到玉田和石夫人已经死去，同伴们下落不明，传次郎就一阵悲痛哀伤。他躲在房子里又哭又喊，一夜未睡。第二天，传次郎一夜抽白了头，一头月牙形头发早已没了稚嫩清秀。现在的传次郎就像是一个失忆的浪人一样。传次郎回到花之都，凭借自己的身手，很快混成了黑帮老大，从此改名狂死郎。他带着小弟们来到大蛇城，被大蛇招到手下做护卫。传次郎表面上表示很荣幸，其实又恶心又厌恶。听着大蛇的笑声，他恨不能立刻上去手刃了仇人。他在等待玉田大人所说的20年后能够讨伐大蛇和凯多的那个人，给和之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另一边，何松带着日和离开玉田城，将他收养。日和为了不拖累何松离他而去，拖着虚弱的身体一步步挪到花之都。此时的传次郎已经在花之都有了根基，开了一个自己的艺伎馆。手下的艺伎发现了饥肠辘辘的日和，看他可怜，就把他带了见传次郎，希望狂次郎老大能够收养他。传次郎一眼就认出了日和大人，立即接纳了他。等到四下无人的时候，传次郎单独面见了日和，向他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有趣的是，传次郎不仅以狂次郎的身份示人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，就是花之都著名的劫富济贫的大盗丑三小子。因为过于愤怒和仇恨，传次郎的样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不仅大蛇认不出来他，就连警卫们等人恐怕都认不出来。这样更好，方便了自己很多行动。传次郎与日和约定，在决战之日来临之前，两人的身份只有彼此知道，不会告知任何人，哪怕是同伴。日和化名小子，由传次郎保护，并且包装成艺伎，而日和则利用自己的美貌去迷惑那些赚尽无良之财的奸商，把他们骗得倾家荡产之后，将所得的钱全部交给传次郎。传次郎再以丑三小子的身份将钱财散播给穷人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20年。日和成年后，好色的大蛇很快就迷恋上了他，将他封为花之都的花魁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传次郎将血袋送与日和，嘱咐他每天都要藏在和服下面。现在大蛇疯狂地迷上了花魁小子，却不知她是自己的仇人玉田的女儿光月日和。万一事情出现什么意外，传次郎就会一刀砍死小子，用血袋代替真的血，制造障眼法，让小子死在百姓和大蛇面前，以此来摆脱大蛇的咸猪之手，全身而退。时间来到20年后的今天，火鸡之夜大决战之前的几个月，大蛇从自己安插在地方阵营的间谍那里得知，关羽家的武士们还活着，并且马上就要来讨伐他了。大蛇吓得尖叫。凯多一听来了兴趣，嘱咐大蛇千万别杀了那些人，自己正好有事情问问关羽家的残党。凯多夸赞道：“你的间谍还真能干呀！”大蛇十分得意，这个间谍自己可太喜欢了，是自己最得力的干将。他是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人，因为他是黑炭家族的后裔，而且最大的优点是他可以完美融入到自己所扮演的那个角色里，一点自己的想法都没有，甚至可以随时赴死。
间谍的双亲死于多年前和之国的迫害之中，从此这个间谍就被大蛇收养。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假扮别人，所以演得特别好，演技炸裂。20多年前，每次自己去关玉田那里借钱的时候，间谍都会拿出双份的钱给自己。玉田讨伐凯多的行动也是多亏了间谍告密，让凯多布下重重的陷阱进行阻击。这个家伙目前的身份就是赤鞘九侠9人之一，当年差一点和大家一起被扔进油锅里炸了。他最疯狂的地方就在于此，不畏死亡，随时做好赴死的准备。在出行之前，他已经准备好与大家一起被杀了。这个家伙没有心，在大蛇叫停之前，他都会以关羽家族的身份活着，将情报源源不断的传递过来。用大蛇的话来说，就是这个家伙忠诚的让人恶心。锦卫门等人穿越时空来到现在，他们发现和之国大变样后出海前往左岛，却因为不熟悉海上的环境遭遇海难，船只破损严重，与雷藏分别。之后的剧情就是大家熟悉的了。在德雷斯罗萨，锦卫门和桃之助二人与看守郎分开，后来锦卫门带着桃之助折在了庞克哈萨德，遇见了路飞一伙。接着就是左岛篇，锦卫门带着桃之助在左岛接回了雷藏、路飞、罗、锦卫门、毛皮族，达成了讨伐凯多的联盟。时隔20年的复仇重启序幕。